美国战略无人机经常在黑海上空收集俄方的情报，然后将其提供给乌军，以对俄方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方还判断美国及北约的无人机行动，还有创造条件以最大限度地打击俄罗斯黑海舰队、克里米亚和克里米亚大桥，并对俄罗斯防空系统和先进防御系统进行侦察，让乌克兰对俄军造成最大程度打击的作用。对于如何应对美国的这种挑衅行动，有俄罗斯专家认为，俄军选项之一可能在黑海上空设立禁飞区，并警告在其中的军事目标将被摧毁。另一个选项是使用远程防空系统或俄天空军战斗机驱逐美国无人机。俄罗斯军事专家阿列克谢利昂科夫认为，俄方可能在克里米亚海岸300至400公里处设立禁飞区。美国 RQ-4全球鹰战略无人侦察机可以观察200公里内的距离，因此一旦它进入200公里的区域，就必须对其采取措施。对俄罗斯来讲呢，它在黑海上空一定要想办法尽快的去建立一个防护的区域。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其实之前乌克兰对黑海舰队，包括对俄罗斯纵深目标打击，很大程度上乌克兰是不能够独立完成的。它的基础是北约从黑海等方向上提供的信息情报的支持。去年，俄军苏27战斗机在黑海上空向一架美军 MQ-9无人机倾倒燃油，导致美军无人机坠入黑海。几天前，俄军米格31战斗机也以超音速飞越美国全球鹰无人机，产生的强大湍流迫使全球鹰停止工作，迫降在西西里岛的基地。对于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声明，美国国防部副发言人萨布丽娜·辛格日前称，美国无人机和飞机在国际水域飞行是合法的。他强调，美国将继续在黑海公海水域上空飞行。有英国学者认为，下一步俄罗斯可能开始在黑海上空击落美国和北约的无人机，未来西方无人机将无法在该地区顺利开展行动。西方和俄罗斯飞机在黑海上空直接冲突的风险正在增加，局势变得危险。目前，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局势更趋紧张。白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穆拉维伊科6月30号表示，当前在白俄罗斯边境附近有10个北约战术营小组，总人数超过2万人，其中6个小组来自美国，这使白方感到担忧和紧张，推动白方对每一步行动进行考虑和评估。白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指挥卢卡舍维奇称，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紧张局势加剧，西方正试图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法国国民议会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出炉，极右翼国民联盟拔得头筹。而此前冒险解散议会要求提前进行选举的法国总统马克龙所领导的中间派联盟仅排名第3。最终结果将取决于7月7号举行的第2轮投票。首轮选举后呢，马克龙立即呼吁选民在第2轮投票当中组建更广泛的联盟，以阻击右翼。法国的这次议会选举也受到了欧盟多国以及英美等西方国家的极大关注。有法媒分析，这或许预示着一场历史性的动荡即将到来。法国国民议会选举于6月30号进行首轮投票后，初步计票结果显示，由极右翼领袖勒庞领导的国民联盟预计获得33%至34.2%的选票。新成立的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以28.5%到29.6%得票率排位第2。法国总统马克龙领导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获得21.5%到22.4%的选票，排在第3。值得一提的是，这次选举投票率超过了65%，创下40多年来最高纪录。据法国媒体分析，目前推测新一届国民议会组成为时尚早，但执政联盟失去相对多数席位几成定局。Agir sur la sécurité, l'emploi pour les jeunes, et puis donner plus de pouvoir d'achat, surtout le gasoil qui est excessivement cher, et il y a des personnes qui ne peuvent pas aller bosser parce qu'ils n'ont pas assez d'argent pour mettre de l'essence dans leur voiture, quoi. 国民联盟领导人勒庞个人在首轮投票中确定胜出，成功连任国民议会议员。30号晚间，勒庞在向支持者演讲时难掩兴奋。他称，马克龙集团被消灭，法国人民渴望翻开新的一页。Français ont ainsi, dans un vote sans ambiguïté, témoigné de leur volonté de tourner la page après 7 ans de pouvoir méprisant et corrosif. Première étape vers un choix d'alternance comme une marque de confiance. 然而，极右翼国民联盟在首轮投票中拔得头筹，也引发大规模示威抗议。
在巴黎，大批示威者当晚聚集在共和国广场燃放烟花，并高喊反右翼口号。有抗议者点燃照明弹，砸碎商店橱窗，大肆纵火。在里昂，也有激进的抗议者打砸店铺、焚烧垃圾桶，并与警察爆发肢体冲突。马克龙在初步结果公布后发表声明，呼吁选民在第2轮投票阻击极右翼国民联盟。法国议会选举被划分为577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1名议员。本次议会选举共有2轮，分别在6月30号和7月7号举行。第1轮投票中，候选人得票超过半数的直接当选；若第1轮无人得票过半，则获得不低于本选区12.5%的登记选民支持的候选人进入第2轮投票，得票最高者当选。马克龙期待与左翼政党合作，一起阻击极右翼。Dans plusieurs centaines de circonscriptions, nos candidats Ensemble pour la République seront présents au second tour et constitueront donc le meilleur choix pour éviter qu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ne dispose d'une majorité absolue. 尽管马克龙的总统职位有任期保障，而且他表明没有辞职的计划，但目前选举结果表明，他可能不得不与勒庞阵营共同执政。按照目前的投票结果，法国议会577个席位中，极右翼将渴望获得240至270个席位，泛左翼联盟渴望拿下180至200个席位，而马克龙阵营将只有60到90个席位，对应现在马克龙阵营拥有的245个席位，可谓是大输。在6月初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法国执政党复兴党得票率远低于国民联盟。马克龙随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将原本2027年举行的国民议会选举提前3年举行。舆论认为，这是马克龙的一场民意豪赌。这是法兰西第5共和国1958年建立以来，极右翼政党首次在国民议会取得多数席位。1995年9月出生的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将有望出任总理，从而使法国进入共治政府时代，即总统和总理分属于不同党派。自1958年法国第5共和国成立以来，这种共治政府只出现过3次。历史证明，左右共治将使得法国政坛陷入无止境的争吵，并且极右翼联盟明确对马克龙主推的大部分政策优先事项都持反对态度，包括移民问题、养老金改革和加强欧盟政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不到30岁的巴尔代拉非常善用社交媒体的力量。他的 TikTok 账号关注量超过160万，即便是吃麦片棒这样平平无奇的视频，也能收获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浏览量。美国政治新闻网介绍，巴尔代拉举止优雅、沉着冷静，他以邻家男孩般的英俊外表和精心练习的微笑吸引了年轻选民。在民调出炉后，巴尔代拉也第一时间表示已准备好成为法国人的总理，并将倾听各方意见。Les électeurs nous accordent une majorité absolue pour redresser le pays. J'entends être le Premier ministre de tous les Français, à l'écoute de chacune et de chacun, respectueux des oppositions, ouvert au dialogue et soucieux à chaque instant de l'unité de la nation. 有分析直指，即便最后阻击成功，极右翼不上台，但第一大党的地位，马克龙也将处处受到掣肘。迫在眉睫的巴黎奥运会将于7月26号开幕，法国当下的示威活动和国民议会选举结果带来的政治动荡，就将平添诸多不安全的变量。法国此次选举也引发其他国家高度关注。倘若极右翼政党在法国议会中夺得掌控权，并进而任命总理，将在欧洲内部引发新一轮疑欧论。此外，国民联盟也将为法国在俄乌冲突上的立场带来不确定性。美国拜登政府也为法国议会选举感到担忧。《纽约时报》将美法领导人的困境联系在一起，表示拜登在首场电视辩论中的糟糕表现，令美国的不确定性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现在法国也是如此。北约和欧盟面临罕见的艰巨挑战。美国政治新闻网就称，法国此次选举可能撼动欧盟与北约。